婚后第5年，我被困在100度的桑拿房中10小时，带走了我腹中仅仅才2个多月的孩子。丈夫傅一川匆匆赶来，视线掠过被我杂乱的房间，最终停留在我因孕激素升高而长了黄褐斑的脸上。阿叔，注意你的言行，别忘了傅太太的脸面和仪态。不关心我的身体，也不关心那个已经没了的孩子。而为了这所谓的仪态脸面优雅，我已经第4次流产了。当初傅一川挑选妻子，不谈家境背景，但却公布了一条极其严苛的身高体重和3维标准，差1两1毫米都不行。凭着近乎病态的自律，我终于在25岁这年如愿嫁给了傅一川。可我没想到，这套保准还会延续到我整个孕期，让我活生生失去了4个孩子。第一次孕5周，我低血糖吃了几口甜品，体重长了3两就被按在跑步机上5个小时，鲜血染红了整个跑带。第2次孕15周，即便我小心控制体重不变，可就因为腰围粗了2厘米，被强行夜断1周。到医院时，孩子早已在腹中窒息。第3次孕20周，我的腹部多了2条细小的妊娠纹，已经成型的胎儿就硬生生被经由刮痧退出了子宫。而这一次是第4次了，因为我脸上长了芝麻大小的斑，就被以汗蒸排毒可祛斑的说法关进桑拿房10小时，直到孩子再一次流产。我曾天真的自欺欺人，豪门世家看重这些虚头巴脑的仪态和体面是可以理解的，起码傅一川对我还是有真心的，他也会在我痛经时亲手熬姜茶，半夜做噩梦会彻夜不睡给我讲铁脚的冷笑话，被圈子里的人嘲笑贬低，会丢掉1000亿合同赶过去给我撑腰。可我就是不懂，那些执拗的体面和仪态，为什么就不能和这些真心共存，甚至比我们的孩子还重要？直到我强撑着身体追出去，想找傅一川问个清楚，转角便听到婆婆和傅一川的争吵声。婆婆一巴掌甩在傅一川的脸上，整个人气得浑身发抖。他肚子里可是你的亲骨肉，你怎么舍得下这么狠的手？你是不是想富家绝后，你才高兴？傅一川不躲不闪，硬生生挨下一掌后，眼中没有丝毫的愧疚和自责，声音寡淡都听不出一点感情。他脸上的斑，你想个办法带他处理干净。说完，傅一川抬脚就准备离开，婆婆一把拉住他。你老婆可是刚小产，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病房陪着她。那一瞬间，我看到她深邃的眸光中出现了一丝我从未看到过的痛苦和压抑，时间像是凝固般，好半天我才听到傅一川哑着嗓子开口：今天是阿月的忌日。婆婆怒声打断他：江苏月已经死了8年了，你到底要执拗到什么时候？前几年你为了江苏月一直不肯结婚，后来终于答应我肯结婚了，又非得找个跟江苏月一模一样的。外貌找不到相似的，你就找身形，身形找不到就找仪态气质。可那江苏月是个舞蹈生，你那些标准按在普通人身上就算了。孟令书可是孕妇，一个女人怀胎10月，怎么可能一直保持这个身材和标准？做不到，她就不适合坐在傅太太的这个位置上。傅一川一脸冷漠，没有耐心继续和母亲争吵。你有这个时间跟我扯这些，不如想想办法将她脸上的斑去除干净。之前看她跟阿月长得还有3分像，可现在我只觉得这3分像简直是在侮辱阿月。轰！我只感觉大脑一片空白，我看着傅一川渐渐模糊的背影，想追上去拉住他，可脚却像是灌了铅似的，怎么也动不了。什么江苏院？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听人说起过？傅一川选择跟我结婚，对我的那些好，都只是因为我从头到尾是另一个女人的替代品。一股寒意从脚底瞬间窜遍全身，让我如坠冰窟，4肢百骸都冷得发颤。踉跄着回到病房后，我在网上找到一家私家侦探，不出半个小时就收到了关于江苏月和傅一川的全部资料。附件里是一张张照片和2人详细的感情线。江苏月18岁生日，傅一川声色的第一次和他亲吻告白。江苏月19岁被绑架，傅一川自断一条腿，逼父亲动用所有关系去救他。江苏月20岁生日，傅一川趴在病床边，红着眼一口一口喂他吃东西。我点开江苏月的照片，眼泪瞬间决堤。一瞬间，所有谜团彻底解开，什么规矩体面仪态，都不过是傅一川通过打造我来悼念初恋的借口罢了。那些曾让我无数次自我攻略的好，也只不过是把我当成了一件江苏月的替代品。可笑我一次次忍受丧子之痛，还在做梦那些所谓的好是出自真心。泪水模糊了视线，我紧攥着手机，哭得泣不成声。我错了，我不应该不听母亲的话，一意孤行的非要嫁给傅一川。不知道过了多久，直到窗外夜色降临，我才抬手用力擦干脸上早已风干的眼泪，也擦干了最后一丝对傅一川的留恋。随后我拨通了婆婆的电话，提出了要跟傅一川离婚。电话对面，父母有一瞬间的意外，但随即了然。也好，医生刚刚也说你的身体已经无法再怀孕，既然你笼络不了一川的心，也无法为傅家传宗接代，离开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10天后，所有离婚手续我都会帮你办妥，另外还有500万，就当是这5年对你的补偿。道歉。一道散漫又低沉的声音在头顶响起，我抬头看见的便是身姿挺拔、清冷金贵的傅一川。我狼狈又难堪的正在原地，心跳的厉害。我是后来从领班口中才知道他关于择偶标准的传闻，即便后来第2次见面，傅一川已经忘记了我还是偷偷的将他那些标准记了下来。那时的我虽然并不胖，但也算不上纤瘦。我花了半年的时间减了20斤，又花了半年练普拉提和瑜伽，就这样一步一步才重新走到了傅一川的眼前。哪怕所有人都说我是个不择手段的捞女，即便母亲怕我步入自己的后尘，在豪门受尽冷眼而极力反对，我还是不顾一切地踏进了这段婚姻。婚后短暂的幸
幸福时光曾让我以为自己是赢的，可现在我才知道自己输得彻底。住院3天，傅一川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的病房里却被他的秘书堆满了各种祛斑的产品。出院时我没拿那些产品，傅一川也没来接我，就好像这个人连同着腹中的孩子一并消失了。直到我回到那个住了5年的别墅，我才看见沙发上几天不见的傅一川正和一个身材丰腴的女人亲密谈笑，模样五官跟照片上的江苏月一模一样。我这才恍然，原来傅一川消失的这几天是找到了更完美的替代品，还把人带回了家。上次照顾你小产的保姆我已经辞了，这是我专门请来的营养师，不仅可以帮你早点恢复身体，他还会一点美容保养。说完，傅一川意有所指地看向我未施粉黛的脸上。我听陈秘书说，送到医院的产品你都没有拆封过。我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像是没有听到他后面的话。听你安排。说完，我没再看两人，直接转身进了厨房，看见保姆做好的红烧肉，直接端着盘子放上了餐桌。保姆瞠目结舌，指着一旁的蔬菜沙拉：“太太，这是先生让我给谭小姐准备的，你的还没做好。”可我却像是没听见保姆的话，转身又进厨房盛了一碗白米饭。为了维持身材，我已经快6年没有好好吃过饭了，每天不是蔬菜沙拉就是水煮菜，即使吃碳水也是绝不超过3口。可我还没吃上2口，傅一川便阴沉着脸，直接挥手将菜扫下了餐桌。他拽着还在扒饭的我，强硬地将我从椅子上拽起来：“你这是在干什么？脸不要了，身材也不要了吗？孟令书，只要你在傅太太的位置坐1天，该有的体面和仪态你就……不要了。”什么？傅一川骤然顿住，眼中满是震惊与不敢置信。我既然请了你来，他的饮食就由你全权做主，他吃什么你说了算。谭石薇紧蹙的眉头这才舒展开。你说真的？当然。谭石薇这才回过身，重新看向我。既然傅太太不喜欢吃蔬菜沙拉，我今天其实也给你准备了其他的营养菜系。说着，他扬了扬下巴，示意保姆端出来。这是用你孩子的胎盘熬煮10个小时炖出来的，里面可是富含了丰富的优质蛋白和活性物质。我如遭雷击，我僵硬的转头去看面前的碗，里面漂浮着看不出样子的肉团，2个多月的胎儿，胎盘甚至都没有成型。我胸口剧烈起伏，脑海中再次想起孩子一次次在腹中失去生命的痛苦，整个人不敢置信地看向傅一川和谭石薇，声音哽咽到几乎失声：“你们疯了吗？竟然要我吃掉自己的孩子！”我既然请了你来，他的饮食就由你全权做主，他吃什么你说了算。谭石薇紧蹙的眉头这才舒展开。你说真的？当然。谭石薇这才回过身，重新看向我。既然傅太太不喜欢吃蔬菜沙拉，我今天其实也给你准备了其他的营养菜系。说着，他扬了扬下巴，示意保姆端出来。这是用你孩子的胎盘熬煮10个小时炖出来的，里面可是富含了丰富的优质蛋白和活性物质。我如遭雷击，我僵硬的转头去看面前的碗，里面漂浮着看不出样子的肉团，2个多月的胎儿，胎盘甚至都没有成型。我胸口剧烈起伏，脑海中再次想起孩子一次次在腹中失去生命的痛苦，整个人不敢置信地看向傅一川和谭石薇，声音哽咽到几乎失声：“你们疯了吗？竟然要我吃掉自己的孩子！”我刷了一下站起身，红着眼偏头，强迫自己不去看那个碗。我不会喝的。谭石薇冷哼一声，命令保镖将我按在了椅子上。傅太太，看来不使用一些手段是不行了。说着，他看向一旁的保镖，吩咐道：“掰开他的嘴，灌下去。这汤要是凉了，效果可是大打折扣。”这次保镖面面相觑，看向一旁沉默不语的傅一川，墨黑色的瞳孔撞上满脸震惊的我，整个空气都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却还是抱着一丝微弱的希望。终于，傅一川开了口，声音是一如既往的冷清：“以后这个家里，谭小姐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任何人都不得违反。”随着他的声音落下，滚烫腥臭的汤被强硬塞进了我的嘴里，一阵阵灼痛在食道蔓延，涌入5脏6腑，碾碎了我最后的期待。余光里，傅一川跟着一脸严肃的谭石薇走向2楼。这间婴儿房还是改成佛堂吧。傅太太脾气这样倔，属于是火气太旺，脸上的斑才久治不去。每天来这里会上几个小时，清心寡欲，平复一下心境，也有利于产后修复。楼下那片薰衣草，铲掉换成菜园，让她每天亲自浇水灌溉，既能强身健体，又能磨磨性子。傅一川跟在后面，一次次柔声应好。我倾注了4次心血打造的婴儿房。傅一川曾因为我失眠多梦特意种植的薰衣草园，在谭石薇几句话下，全都在顷刻间化为乌有。伴随着一碗又一碗的汤被灌下胃里，我放弃了挣扎，麻木地看着佣人们进进出出，直到最后，我被扔垃圾一样扔在了地上，胃里翻搅一般，撑得我恶心难受。可我连动一下都动不了。迷糊中，身体一轻，傅一川抱起我，放在了柔软的床上，耳边传进他清冷寡淡的声音：“只要你好好听谭小姐的话，尽快恢复外貌和身材，一切都会回到从前。阿叔，傅太太永远都是你。”傅太太，我愣愣地看着傅一川离开的背影，忽然笑了起来，笑得凄惨而悲凉，眼泪却先一步流了下来。我愣愣地看着傅一川离开的背影，忽然笑了起来，笑得凄惨而悲凉，眼泪却先一步流了下来。从前我在意这名头，不过是想和他并肩站在一起，成为他生命中最特殊的存在。而现在，这些于我又有什么意义？我闭上眼，只祈祷婆婆的动作再快点。天涯海角，不管去哪里，这里我都不想再待下去了。可越是祈祷什么，老天就越要夺走什么。第2天，我就被婆婆的电话声惊醒。不好了，一川已经知道我在为你筹备离婚手续，出手干预了所有进程。
我指尖一紧，被灼伤的喉咙像指甲划过黑板一般，刺耳难听。为什么？他不是找了一个谭石薇比我更像死去的江苏月吗？婆婆叹口气，你不懂。你现在的身材气质，加上这5年一川对你有意的调教，他这辈子都不会再找到比你更有江苏月身孕的人了。婆婆叹口气，你不懂。你现在的身材气质，加上这5年一川对你有意的调教，他这辈子都不会再找到比你更有江苏月身孕的人了。那谭石薇不过就一张脸相，空有其形而已。我看一川的意思，估计你跟谭石薇2个都要。留一个最像的和最有孕的。我心跳加速，可我不要成为另一个女人的影子和替代品。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有。砰！傅一川阴沉着脸冲进来，直接抢走我的手机，甩在了地上。孟令书，你想离开，别做梦了。这辈子即便是死，你也只会是傅家的狗。想走，休想！我缓缓抬眸，与他对视，眼底是一片死寂。你放过我，娶谭石薇不好吗？这世界上，你傅一川想再找一个江苏月，有什么难的？闭嘴！心里埋藏多年的秘密被毫无预兆的揭开，捅破了2人之间最后一层纸，也彻底点燃了傅一川心中的怒火。他俯身一点点逼近我，眼底翻涌着疯狂的欲望与灼热。我这次怀孕加上小产，他已经差不多有3个多月没有碰我了。做一个替代品有什么不好？你要什么我没有给你，我不过要你保持好生育，帮我留住阿月最后一点幻想。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说完，他不由分说地吻住了我的唇。我瞪大了双眼，挣扎着想推开他，可力量悬殊之下，我身上的衣服瞬间便被褪了个干净。下一秒，我的双腿便被傅一川强势分开，带着致命般的惩罚，狠狠撞了进去。身体撕裂般的剧痛瞬间席卷全身，我死死抓着床单，指尖泛白，屈辱般承受着傅一川一次又一次的撞击。他一边享受着我痛苦压抑的妥协，一边将薄唇附上我敏感的耳垂，声音带着蛊惑般诱引：阿叔，留在我身边，不许离开我。我痛得眼前一阵发黑，不知道过了多久，身上男人才终于发出一声低吼，抽离了我的身体。傅太太，应该起床下楼去活动筋骨了。房门毫无预兆被推开，谭石薇处在原地，脸上没有一丝撞破后的难堪和尴尬，却满是震惊和愤怒。傅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是答应过我，在傅太太身体没有彻底恢复之前，是绝对不会同房的吗？我狼狈地扯过被子，将满身的红痕盖住。傅一川慌乱穿上衣服，刚刚还狠厉无情的男人，此刻却像是做错事被抓包的少年。石薇，我只是……行了。谭石薇打断他，目光越过傅一川，停留在面如死灰的我身上。他是男人，有这些想法也正常。可是傅太太，您才刚小产，就如此不顾惜自己的身体，这是故意与我唱反调。我从事这行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被谁砸过招牌，今天也不会由着你破坏我的名声。我心下一紧，隐隐有些不安在心底蔓延。下一秒，谭石薇开口，说出的话却犹如一道惊雷，震得我四肢发凉。我有一个师姐，非常擅长歌礼，也就是缝合私处，用以保护女性贞洁清白。傅太太放心，等1个月后你身体彻底恢复，我会再请师姐为你操刀，不会影响你和傅先生往后的夫妻生活。不要！我难以置信地看向谭石薇，又看向傅一川，拼命摇头。我不要！不要说1个月后要将早已生长粘连的血肉再次割开，就是现在缝合，那也是对我身体的极度羞辱和折磨。谭石薇不急不忙，与一脸犹豫的傅一川对视。当然，一切都是自愿，我不强迫任何人。只是有一点，我谭石薇绝不与言而无信之人合作第2次。傅先生下次若还想找我，恐怕得下辈子了。傅一川闻言，身体顿时一僵，眼神霎时便冷了下来，不再犹豫。阿叔，谭小姐也是为了你身体着想，只是缝合几针，不会对身体有什么损伤。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个陌生女人便已经开始动起了手啊！凄厉的惨叫声在整个房间回荡，每一下都清晰地扎进骨头里，眼前阵阵发黑，意识在晕厥边缘反复晃荡，剧烈的疼痛和极致的恐惧席卷了我眼前一黑，彻底晕死过去。再次醒来是在别墅，我只感觉浑身像散了架一般，剧痛无处不在。傅一川坐在床边，我刚睁开眼，还没喘口气，就听到他冰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手术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被传到了网上，石薇现在被不明真相的网友非议和攻击，事业受到了重创。你开个直播对外澄清，就说一切都是你自愿的，你只是因为接连流产太过伤心，暂时不想跟我同房才有这个决定。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被伤得这么重，受尽羞辱和折磨。他第一件事不是关心我的伤势，而是要我急着帮谭石薇洗白。我声音嘶哑的厉害，我不愿意。傅一川丝毫不意外，显然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你这次流产，你母亲知道后就已经气血攻心，昏倒了3次。如果再让她看到网上那些手术画面，你觉得岳母还守得住吗？傅一川，我胸口剧烈起伏，整个人摇摇欲坠。为了谭石薇，他竟然拿我母亲的身体来威胁我。我现在还派人24小时守着她，她还不知道你的事。可如果你再犹豫1年，石薇受到的舆论就越强烈，我也保不齐岳母什么时候去。好，我开口打断他，绝望的闭上眼，泪水无声滑落。我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很快，我就被拽到早就准备好的镜头前，一字一句重复着傅一川要求我说的话，声音麻木的没有一丝起伏。一切事情都跟谭石薇小姐没有任何关系，是我因为流产太过伤心，为了悼念死去的孩子，才主动提出要做割礼手术。谭小姐只是经受不住我的苦苦哀求和威胁，才不得已请她的师姐来帮忙。
直播间评论区瞬间炸锅，纷纷开始骂我是女性的耻辱，是封建糟粕下的垃圾遗物。我看着满屏的咒骂字眼，眼眶通红，心却早已麻木。直播一结束，我便再也忍不住，踉跄着冲到洗手间呕吐起来，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我抬头从镜子里看向身后跟进来的傅一川，这样你满意了吗？傅一川看着我狼狈痛苦的样子，心底闪过一丝不忍，但为了谭石薇，暂时按压了下去。他偏过头，语气依旧冰冷。你要理解一下，石薇跟你不一样，她事业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我听着他说完，麻木的心已经连痛觉都没有了。傅一川很不喜欢我这样的沉默和僵持，刚想开口说什么，我却开口了。可不可以借一下你的手机？我想跟我妈报一下平安。我的手机到现在还被傅一川扣着，根本就无法跟外界联系。傅一川没有多想，掏出手机便给了我，随后转身去安抚谭石薇去了。我却在他离开后拨通了婆婆的电话，帮我安排一个新的户口和身份，顺便再帮我准备一个相像的女尸。既然傅一川不打算放我走，那我就从他的世界里死去，让他永远都见不到我。接下来几天，我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在受刑。每天5点，我就被人从床上拽起来，带到将婴儿房改造成佛堂的房间里，为死去的孩子诵经超度。到了10点，我被拖着带到薰衣草改造好的菜园里，一锄头一锄头地按照谭石薇的命令学习种菜，每动一下，身体就像被人撕扯般疼痛。唯一能让我熬下去的希望，就是10天之后的生日。每一年，傅一川都会在别墅里面为我办一场声势浩大的聚会。到了生日那天，整个别墅灯火通明，宾客云集。为了弥补我，这次的生日宴比以往的任何一场都要奢华。我面无表情的像一个玩具娃娃，任由化妆师和造型师在我身上鼓捣。到了宴会高潮部分，傅一川亲手为我戴上一条价值连城的古董翡翠项链，引得全场哗然和羡慕的惊叹。可我却知道，我脖子上的不过是一件高仿，正品已经被他送给了谭石薇。昨晚被我无意撞破后，傅一川只是淡淡解释道：石薇这段时间为了照顾你劳心劳力，项链就当是我给她的酬谢。阿叔不能因此跟她置气，你身体已然恢复的差不多了，也该维持往日的大度和优雅了。而现在，我维持着该有的大度和优雅，被人簇拥着一杯接一杯的灌酒。一向为我挡酒的傅一川却消失不见。我找了个借口从宴会上离开，刚上2楼，便看见谭石薇被几个醉酒的富二代围堵。我眸光微顿，当没看到。今晚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可谭石薇却猛地一把拽住了我。傅太太，你是今天宴会的主角，也是别墅的女主人。这几位客人感到寂寞孤独，你怎么可以视而不见？几个富二代顺着谭石薇的话看向我，本就身材纤细、柔软别致的我，经过专业化妆师和造型师的联合打造，整个人焕发着夺目的光彩。察觉到几人眼底的欲望，我心下一惊，刚想叫保镖过来，谭石薇却拦了下来。傅太太在家休养了这么长时间，也该学会走出阴霾，多交些朋友了。这也是傅先生的意思。说着，他便转身要带着保镖下楼。那几个富二代见状，胆子更是大了起来，拽着我就要进房间。我死死扣着门框，拼命大喊，可嘈杂的环境瞬间就将我的呼救掩盖。直到傅一川熟悉的声音在拐角处传过来：我刚刚好像听到了阿叔求救的声音。没事，太太有个礼单护身符，即便有人想对她做什么，也得找到洞不是？傅一川闻言，声音也跟着松下来。那还得感谢你之前有先见之明。交谈声渐渐远去，直至消失。我绝望般被彻底拽进房间，滚烫的眼泪和着嘴角的自嘲一起滑落，淫笑声和污言秽语像一条条虫子钻入我的身体。我拼命挣扎厮打，身上的衣服却还是被扯破。就在我痛苦的闭上眼，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惊醒了快要失去意识的我。房门被人暴力破开，一道人影冲进来，将扑在我身上的几个人踹倒打晕。孟小姐，傅老夫人让我来帮你。我挣扎着站起身，声音带着不顾一切的决绝。东西都带来了吗？来人点头，挥手让人将尸体和油桶都抬了进来。10分钟后，我滑动拇指，亲手将打火机扔了出去，火势迅速开始蔓延，整个别墅瞬间乱成一团。我趁乱涌入人群，终于走出了这座困了我5年的别墅。我手心紧紧攥住新的身份证和护照。去机场。车窗外是不断倒退的城市风景，和身后越来越远的映红了半边天的火光。爆炸声响起的时候，傅一川正将特地空运过来的大片蓝色玫瑰花展示在谭石薇面前。他记得第一次见到谭石薇时，就是在一家花店，他捧着蓝色玫瑰花，像极了死去的江苏月。所有人都以为这场玫瑰盛宴是傅一川为我准备的生日惊喜。就在所有人屏息等待我出现的时候，一声刺耳的惨叫声划破长空，救命！几个火人大叫着从2楼冲进人群，所过之处，热浪卷着焦糊味扑面而来，衣角、发丝、地毯瞬间被引燃，尖叫与哭嚎炸成一片，稍不注意就有人被撞倒，被火舌舔到，只一瞬间就染上凄厉的火焰。所有人都往出口处跑。傅一川逆身站在人群中间，目光四处搜寻，愣是没看到我的影子。傅先生，快走啊！谭石薇拽着傅一川，拉着他跟着人流的方向走，可他的腿却像是灌了铅似的，猛地一把将谭石薇拉住。你最后一次见到阿叔，是不是在2楼？谭石薇的五官被火光映照，整个人因求生欲望，表情已经变得极度扭曲和不耐。他尝试挣脱傅一川，手腕上的力道反而越来越重。是又怎么样？起了这么大的火，他有腿还不知道跑吗？傅一川已经完全被吞噬的2楼，心脏像是被无数根针扎过一般，一股强烈的窒息感瞬间扼住了傅一川。他机械般松开谭石薇，迈步冲向楼梯，抓住他，不能让他上去。傅夫人捂着鼻子，
强势命令几个保镖死死按住傅一川，带出了别墅。放开我，我要进去救阿叔。傅一川一拳挥向压在身上的保镖，跟对方扭打在一起。傅夫人冷着一张脸走过去，直接甩了一巴掌过去。救？你有什么资格去救？伤他最深的人不是你吗？如果不是你阻拦他离开，扣下所有离婚流程，今天他也不会葬身火海。如果你懂得放手，不执着一个死去的女人，所有一切都不会发生。一字一句，一巴掌像淬了毒的尖刀，狠狠扎进傅一川的心脏。他像一个失控的疯子，目眦欲裂地看着眼前的火海，一遍遍嘶哑地喊着我的名字。放开我，阿叔！昂贵精致的西装在拉扯下被撕破，只几个瞬间，熊熊大火已然将整个别墅吞没，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傅一川紧绷的神经。他就像一尊雕塑般，怔怔看着一片火海渐渐熄灭，压制他的保镖这才松手。傅一川立马跟脱了缰的野马冲进还在冒着青烟的废墟之中。危险，可能还会有2次崩塌。反被傅一川一把挥开，徒手在滚烫的满是废墟中翻找。他只有一个念头，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直至一个个盖着白布的担架被抬出来，放在面前空旷的草地上。傅一川踉跄着走到其中一个担架前，一只焦黑的手臂垂落下来，无名指上一只戒指刺入他的瞳孔，那是他和我的结婚戒指。他伸手紧紧地将那滚烫的带着焦味的手掌攥在手心，像是察觉不到丝毫疼痛，只有一种灭顶的肝胆俱裂的悔恨和恐惧，如同冰冷的潮水将他彻底淹没。谭石威脸上带着灰烬，气愤地从急救车上跑下来。裴先生，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您太太这是污蔑我，毁我名声。说着，他递过手机在傅一川面前，手机屏幕上赫然是我苍白却平静的脸，而视频发送时间就是火灾发生前。傅一川一把抢过手机，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屏幕。这段视频是发在我的个人账号下，我以往都是发自己平时生活的 vlog， 记录生活，风格都是以温馨、幸福、简单为基调。可现在我对着镜头，眼睛里却没有任何笑意，我的声音平静的像是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却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大家好，我是孟令书，傅氏集团傅一川的妻子。我今天想和大家聊聊我与傅一川的5年婚姻里都经历了什么。大家不是一直在问我为什么一直能保持这么好的身材吗？有没有什么减肥秘诀之前？对于这些问题，我为了不给傅一川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只是说自己10亿瘦体质。可哪有人真的光吃不胖呢？这5年，不对，是从6年前，为了能嫁给傅一川，我就不怎么吃主食了，包括一切所有含糖的食物，所有进口的东西，我绝对不会超过3口。却为了保持现在这个身材，我除了进食少，还每天最少有3个小时的锻炼时间。大家可以骂我是极端恋爱脑，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我肚子里4个孩子也不会以这种惨烈的方式离开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浑身颤抖，声音也带上了哭腔。我点开每次产检和 B 超单，上面记录和日期清晰可见。傅一川为了让我保持身材，在我4次孕期期间，分别让我在跑步机上跑步5个小时，夜断1周，暴力精油刮痧，汗蒸10个小时，等等极端方式。流产了4次，在我第4次小产后，他为了讨一个营养师谭石威的欢心，更是无麻醉将我下体进行割离手术，每天让我罚跪在佛堂，身体极度虚弱之下，还让我在太阳底下暴晒种菜。说到这里，我的声音微微发抖，却依旧保持着镇定。这样的日子我已经过够了，不想再继续了。我想我的4个孩子应该也会在天堂想我的吧。这一次换我去找他们了。视频最后，我对着镜头露出了一丝释然解脱的笑，然后点燃了满是汽油桶的房间。手机从傅一川掌心滑落。这段视频阅读量在半个小时内已经到达上亿，转载和评论更是让平台一度陷入死机和崩溃。关于井号傅一川薄情冷血、井号傅一川残害亲骨肉、井号傅一川谭石威贱男贱女井号等话题迅速登顶热搜，评论区全都是对2人的辱骂。傅一川怎么下得去手？孟令书肚子里不是他的亲骨肉吗？所以孟令书这是产后抑郁吧？天杀的傅一川、谭石威，他们就是害死孟令书的刽子手。谭石威固然可恨，但傅一川才是一切的根源。虐待自己的老婆，残害自己的骨肉，怎么有人可以无情成这样？与此同时，傅氏集团股价直线下跌，半小时内已经暴跌10%，多家合作方案紧急发函要暂停合作。谭石威捡起手机，拽着傅一川的手臂咬牙切齿。我的工作室还有我父母家住址，现在都被网友人肉了出来。傅一川，你得对这一切负责。你现在马上让人删掉所有对我不利的负面信息，发声明，就说孟令书流产后精神失常，是故意抹黑我。还有，你得联系律师团队。谭石威话还没说完，下巴突然被傅一川死死掐住，他视线从地上并列5个的担架上移开，声音冷得像是从冰库里出来的一样。那5个人，我记得是从2楼跑下来的，当时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会去2楼？你当时阻止我去2楼，是不是你对阿叔做了什么？谭石威眼光有一丝躲闪，但想到如今一切都已经死无对证，他也不怕什么。我当时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有几个客人喝醉了，想找个地方休息，这几个客人也是无妄之灾，受到了孟令书的无妄之灾。
他自己看不开也就算了，不仅把我拖下水，还要连累几个无辜的人失去生命。说着，他眼眶泛红，声音带着委屈的哽咽。傅一川，你现在是在怪我吗？可如果不是你非要让我来这里照顾孟令书，我如今又怎么会被他弄得身败名裂？说到无辜，最无辜的人也是我。傅一川的心像被戳了无数个洞，他想呵斥谭石薇闭嘴，可视线一对上他的脸，那眉目间三分与我的相像，让他有一瞬间的失神。往常看到谭石薇，他总是不自觉想起死去的江苏月，总是让他心底泛起复杂的怜悯和遗憾。可现在他脑海中想到的却不再是江苏月，而是我。人总是那么奇怪，对方活着的时候，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忽略当下的知己，一旦对方消失在了自己的生命中，就开始各种怀念和懊恼。傅一川从来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无比清晰地想念我，他接受不了我离开的事实，也接受不了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自己。他手臂一松，放开了谭石薇，放过了他，也放过了自己。似乎只有这样，我死去的事实才让他的良心谴责没有那么蚀骨。声音沙哑的命令秘书联系公关团队，可他的动作远赶不上舆论发酵的速度。声明刚发出，就被网友们的嘲讽淹没，更是有网友挖出了傅一川每年去给初恋情人江苏月扫墓，按照江苏月的喜好和穿衣风格来调教我。原贴下有人将江苏月的照片与我、谭石薇三人进行了详细的五官和气质分析，一经发出就引起大批网友热议。傅一川真下头，拿痴情当幌子，伤害了一个那么爱他的人，就知道五嘴山平，以为这样就没人知道真相了吗？我看谁还说傅一川深情的，祝他也找到这么恶心狠毒的男人结婚。傅一川瘫坐在椅子上，指节因用力攥紧而泛白。秘书敲门进来，傅总，您母亲让人来抬走了太太的遗体，说人死不能复生，还是尽快火化比较好。傅一川疼的一声站起身，额头青筋暴起。谁让他动阿叔的？我是说过了，谁都不许进去打扰阿叔的吗？秘书咽了咽口水，可是我们也不敢拦着傅夫人啊。他话还没说完，傅一川已经冲了出去。自从别墅起火后，他搬到了海湾的别墅区，这里曾是我念叨无数次想搬过来住的地方，可傅一川总是以离公司太远不方便为由拒绝了。但其实这里不过是他曾经和江苏月共度最后一段人生的回忆罢了。他不想被我破坏掉这份独有的回忆。每次想念江苏月的时候，他就一个人过来住几天，远远的。他一眼便看见母亲安排的车停在院子门口，几个人正抬着我的尸体上车，他慌忙踩刹车，拦在了前面。谁都不许动他。傅一川从车上下来，挡在母亲面前，目眦欲裂。她是我的老婆，谁都不许动他。傅夫人冷眼看着发疯的傅一川，你如果真爱他，就应该让他入土为安。这几天傅氏乱成一锅粥，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他更没想到我走之前还来了这一手。如果早知道会这样，他或许并不会这么帮助我离开。可眼下在想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只能让傅一川趁早振作起来。一川，你有没有想过，你其实被谭石薇骗了？孟令书因为小产对你失望是不假，可他爱你也不是第一次流产，怎么就闹到这个地步？你错就错在不应该把谭石薇带回来。你知不知道那天的生日宴会，谭石薇故意带走保镖，让孟令书身处险境，这便是我让人复原的监控视频，你好好看看吧。傅夫人说完，便将一个 U 盘递给了傅一川。他说的话真真假假，足以让傅一川从自责愧疚中走出来，而这便是他的目的。傅氏需要傅一川恢复往日的清醒，他不可以再这样颓废下去。趁着傅一川的注意力全都在 U 盘上，他连忙叫人将我的尸体拉到殡仪馆火化。不管他对孟令书如何眷恋，他都绝对不允许真正的我以任何理由再回到傅家。一个不能生育，对他只有恨意的女人，再让他回来，无疑更是将傅一川推向深渊。所有不管傅一川因为我的死多痛苦，他都不会松口告诉他真相。我必须死，而他要做的就是让所有一切板上钉钉，打消他可能发现真相的所有蛛丝马迹。傅一川将硬盘插入电脑，鼠标打开视频的一刹那，便看到生日宴会当天，谭石薇在2楼被当天烧死的几个富二代围堵，瞳孔收缩，心中隐隐有些不安和猜测浮现。就在谭石薇疾言厉色呵斥那几人时，谭石薇看到了拐角处正准备离开的我，将我一把拉了过去。随后我被围堵，而谭石薇则带着保镖走了。画面中，傅一川看到我尖叫嘶吼的挣扎，可最后还是被拖拽进了房间。视频也在此时戛然而止。那天晚宴，他确实听到了我的呼救声，可他没想过2楼的我遭遇到的会是这种侮辱，而他竟然相信了谭石薇的一面之词，觉得无关紧要，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傅一川无法相信谭石薇是这样的女人，虽然她平时对我言辞犀利，可他一直以为那是她的职业本能，这让他第一次对谭石薇产生怀疑。傅一川拿起手机拨通了秘书电话，给我扎谭石薇的过往，越详细越好。秘书的效率很快，不过半天时间就将一份厚厚的调查报告发送到了傅一川的手机。当他翻开那报告时，手指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里面写得清清楚楚，谭石薇所谓的营养学家的身份全都是花钱营销起来的人设，他本人甚至连最基本的厨艺都不会。5年前，谭石薇甚至因
因照顾一名产后妈妈，将对方3令5申会过敏的芒果酱加入了早餐三明治当中，差点导致那位妈妈过敏窒息。更让傅一川寒心的是，1个月前他偶遇谭石薇的花店，是他一早就猜好的店。原来谭石薇不知道从什么途径知道了他和江苏月的过往，什么蓝色玫瑰花都是他故意按照江苏月的喜好捏造的事实，还有胎盘养生歌里都是他一步步想逼走我的阴险手段罢了。他看着报告上的文字，眼前浮现出谭石薇的脸，在对比这些冰冷的证据，只觉得一阵恶心。当晚谭石薇就被带了过来，他以为是有什么好事，毕竟现在我已经死了。而傅一川这段时间不仅没有怪罪他，对他还一如从前，所有人都在说他即将是新的傅太太。他走上前，嘴角都忍不住上扬。怎么了？我听说你终于将孟令书的尸体拿去火化了。其实这样挺好的，我想他9泉之下能和死去的孩子相聚，对他来说才是最好的解脱。你给我闭嘴！哐当一声，傅一川将手机狠狠砸到桌面上，看向谭石薇的眼神只有深深的厌恶。你没有资格提阿叔。谭石薇的身体瞬间僵住，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傅一川起身上前，一步步逼近他，声音淡淡的，却带着浓烈的威压气息。你之前说你在国外留学了5年，去年才回国发展的。谭石薇眼神闪烁了一下，他不敢看傅一川的眼睛，语气含糊。是啊，这都过去的事了，我们还是不提了。这副心虚的模样，彻底印证了傅一川的怀疑。他一瞬不瞬的死死盯着他的脸，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过去阿叔死那天，你故意支走保镖，故意让那几个富二代缠着他，这些事都算过去。谭石薇的瞳孔骤然收缩，他明明已经删掉了监控，他怎么还会知道？很意外，你以为监控删掉就万无一失了？他冷酷地拽住谭石薇的头发，将她带到我的骨灰面前，嘲讽道：你以为我傅一川这么傻，会被你骗了一次又一次？不！喉咙因挣扎滑到锋利的刀刃，涌出大片鲜血。这还是傅一川第一次对他真正动怒，跟1个月以来的纵容宠溺完全2个样子。他还想开口辩解，一个女人便被保镖拖了进来，是谭石薇的母亲。阿卫，救我！谭石薇目眦欲裂，颓然跪在傅一川脚边，嗓音颤抖：有什么事你冲我来，求你放我母亲一条生路，她是无辜的啊。周一川抚摸着骨灰盒，眼神温柔的令人毛骨悚然。无辜，最无辜的是我的阿叔。来人，将这女人送到最脏最乱的声色场。谭石薇苦苦哀求他，却是徒劳。他唯一的血脉至亲受他牵连。傅一川，你真是个疯子！谭石薇双目愤恨，脖梗涌出的鲜血滴在地板上。是你从来没有把孟令书当妻子，是你把她当成江苏月的替代品，她流产4次也都是你一手造成，跟我都有什么关系？傅一川的身体猛地僵住，记忆如毒蛇般窜了出来。他想起我4次怀孕时的兴奋和欣喜，一次次流产时的绝望和质问。傅一川，谭石薇的尖叫将他拉回现实。你才是害死孟令书的凶手！闭嘴！傅一川怒声呵斥他，挥拳砸在餐桌上，指骨传来碎裂的剧痛。可更痛的是他的胸口，那里仿佛被人生生刨开，露出血淋淋的真相。他踉跄跪倒在地上，怀中抚摸骨灰盒的手指颤抖的厉害。阿叔，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你。傅一川滚烫的泪水滴落在骨灰盒上。我错了。恍惚间，他好像看到我失望和带着恨意的眼神。傅一川心里涌起强烈的悔意，他应该早点听母亲的话，早点放下江苏月的，可是一切都太晚了。我已经永远离开他了。他万念俱灰地拎起满身是血的谭石薇，咬牙切齿道：阿叔，你生前遭受的痛苦，我会让谭石薇万倍奉还。3年后，我拿着当初父母给的一笔钱和新的身份，开启了一段崭新的人生。过去的6年时间里，我的人生都是围绕着傅一川。再往前的人生，曾依靠着孟家的光环也辉煌过，但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孟家破产，傅一川的欺骗，就像我的来时路，让我无比清晰自己现在更需要什么。刚来到孟加拉的时候，我语言不通，连买东西都要比划半天。通过3年的努力和坚韧，我不仅在当地的艺术学校成功拿下摄影学位，还讲得一口流利的当地话。工作稳定后，我通过朋友帮忙，也顺利将母亲接了过来。看到我现在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母亲也很为我高兴。可我没想到，我还会再见到傅一川。一次摄影大赛的颁奖礼，我作为冠军上台领奖，远远的便看见一抹熟悉的身影踉跄着冲上了领奖台，高大的身躯剧烈颤抖，鬓角突兀的银丝在灯光下泛着寒光，他的指腹离我只有1寸，却像是被烫伤般缩回。傅一川喉结滚动，目光死死粘在我身上。阿叔，是你吗？我心下一紧，忍不住攥紧了指尖。3年了，我还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他了，却没想到会是这副场景。我叫邹宇。我抬高下巴，将眼底的异色完全遮挡，开口用英语说话。这位先生，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可傅一川却并不罢休，他一把拽过我的手臂，掀起我的袖子，那里有一小块胎记，是我出生起就有的。我躲闪不及，只能在傅一川出神正愣的时候，趁机推开他，慌乱逃离了现场。我见过傅一川的疯狂和执着。3年前，我能靠着假死过了这几年的安生日子，全都是依靠傅一川以为我死了和自责愧疚。可现在我没死，傅一川的就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台下记者们蜂拥而至，无数闪光灯骤亮聚集过来，挡住了欲追过来的傅一川。我躲进后台狭小的房间，拿出手机给母亲打电话。妈，你收拾东西，我们必须马上要离开这里。
傅一川能找到这里，说明我的新身份已经被识破，且并不打算放过我。可我已经不想再回到傅家那座牢笼了，也不想成为任何人的替代品。我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可我已经不想再回到傅家那座牢笼了，也不想成为任何人的替代品。我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里。孟母什么都没问，只答应说好。挂断电话后，我还没喘口气，手机便开始疯狂震动。傅一川的消息如潮水般涌来。阿叔，你就是阿叔，我终于找到你了，不要再躲着我了好吗？对不起，我之前做了很多错事，可我心里一直都是有你的，你原谅我好不好？以前的事我都已经放下了，我们再重新开始。阿叔，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你。我没有回应傅一川的疯狂，而是拔掉手机卡，在路边又重新买了一张。随后我订了2张机票，只是傅一川的动作远比我的速度还要快。等我回到租住的地方，一推开门，便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孟母，以及焦躁不安、来回踱步的傅一川。推开门的瞬间，我如坠冰窟。傅一川站定在我前面，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他整个人消瘦的只剩下骨头架子，曾经合身的西装如今空荡荡的挂在身上，唯有那双眼睛亮得惊人，像是抓住了最后一丝希望的赌徒。阿叔，我们谈谈好吗？我攥紧手机，指甲深深陷入掌心，疼痛系那让我保持清醒。我面无表情地走向母亲。你想说什么？傅一川没想到我会听自己解释，他眼中迸发出狂喜，急切地拿出一叠资料推到我面前。你看，我现在每天让谭石薇跪在佛堂里18个小时，他和他师姐、他妈，所有纵容他陪着他作恶的人，我都让他们百倍千倍地感受着我当初的痛苦。照片上都是谭石薇每天跪佛堂，脖子上套着锁链在菜园里匍匐爬行，还有他每天被反复割礼、拆线又缝合的手术记录。阿叔，当初我只是觉得谭石薇跟阿月长得像，所以才带了她回去，但是我没有碰过她。这些年在我身边的只有你，我爱的人也只是你。傅一川打量着我的神色，小心翼翼地道：从前的事都是因为我对阿月的死一直放不下，所以才一次次伤害了你。你走的这3年，我去看了医生，也吃了药，听了医生的话，我已经完全放下了江苏月。阿叔，你放心，我现在非常明确的知道，我爱的是你，不是任何人的影子，我爱的一直都是你。可自始至终，我的神色一直都很平静，我的声音冰冷，没有一丝温度。你爱我，所以闯进我家里，监控我母亲，逼我做出选择吗，傅先生？我没有。傅一川声音沙哑滚烫，急切辩解。我只是怕再也见不到你，不得已才这样。只要你肯跟我回去，我们回到从前，你想怎么样我都依着你。我眼中闪过一丝嘲讽，他嘴上认错，可行为上跟当初的傅一川没什么两样，装出一副为了我好，所以一次次地伤害我、欺骗我，拿这些当挡箭牌，却从来没有站在我的立场上为我考虑过。可从前我能因为爱情麻痹了双眼，现在的我同样的错误不可能再犯第2次。我冷冷看着他的脸。你凭什么觉得我还会跟你在一起？傅一川，你哪根筋会觉得我跟你会回到从前？傅一川张了张口，却发不出一点声音。过去的一切都是自己亲手造成，可让他放弃我，他真的做不到。这3年，他一直以为我已经死了，每天过得生不如死，折磨谭石薇成了他每天活下去的希望，仿佛这样，他内心的煎熬就没有那么难受。直到有一天，秘书告诉他孟母失踪了，那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他不可以让孟母有事。可就在他花费所有人脉资源去找的时候，发现了死而复生的我。那一刻，他整个人既震惊又兴奋，他觉得是上天再一次给了他机会，所以马不停蹄地找到了这里。可现实却给了他致命一击，他终于体会到了我曾经的卑微和祈求，而现在终于轮到了他自己。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连一丝一毫的笑意都没有。他心头一震，整个人缓缓跪了下去，头磕在地上，声音哽咽了几次，才艰难地发出声音。阿叔，从前都是你迎合我，现在我才终于知道你的感受和心情，可我们已经一起走了那么远的路，你忍心就这样放弃吗？就不能给我们这段婚姻和感情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吗？看着傅一川跪在地上，我有些恍惚，曾经那么高高在上的一个男人，也会为了我低到尘埃里，可是一切都迟了。你说你爱我，就是在我一次次怀孕后，亲手杀害我们的孩子。爱我，所以任由谭石薇一次次羞辱折磨我。爱我，就是打扰我现在平静美好的生活。我一步步走近，脸色早已挂满泪水，不是眼前的男人，只是为自己曾经被错付的真心。不，傅一川，你爱的人只是你自己，你并不爱我，你只是习惯有我。我擦了擦眼泪，苦笑了一下。你如果真的爱我，就请消失，永远都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知道吗？我现在看到你就感到恶心。傅一川听着我的声声质问，一颗心瞬间就成一团，他拼命伸着手想再抚摸一下我。孟母见状，直接挡在了他前面。傅一川，你女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请别再没完没了的来骚扰她。径直拉着我的手臂，带着我离开了这个房间。一旁的保镖看了看痛苦的傅一川，正准备上前拦住我们。傅一川颤抖着手阻止了。现在的他就像一个被人抛弃的小孩，他想留住我，可却没有任何资格。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傅一川觉得自己的心像是被掰成2半，不断的撕扯，痛不欲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抓着胸口，大口的呼吸，却怎么也缓解不了心口不断传来的疼痛，喉咙感觉一阵心甜。傅一川喷出一口鲜血，他无力地躺在地上看着天花板。我冷漠的表情不断在大脑里回放，他抓着头发在地上痛得打起了滚。从那天开始，
傅一川开始每天在酒吧里买醉，只有灌醉自己，他才能稍微梦到过去的日子。这种知道我还活着，却恨他不想见他厌恶他的感觉，让他痛不欲生。他只能靠着酒精和我每天的生活动态来麻痹自己。傅一川不敢去打扰我的生活，不敢再出现在我的面前，可心却忍不住不去想我。为了祈求我的原谅，每天他都让助理送去我曾喜欢的珠宝首饰、豪车名表，但无一例外都被扔了出来。傅一川却没有因此放弃，只要有一点点希望，他都不会放弃。这样卑微的傅一川让所有人大跌眼镜。而另一边，不管我去到什么地方，身边总是有傅一川的人在。一开始我会觉得烦，可后来发现傅一川也没其他的动作，我也懒得再躲着了。跟母亲两个人该怎么过就怎么过。现在我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方向和目标，不能因为傅一川的出现而打乱了自己所有的节奏。直到半年后，我的身边出现了一个追求者，是圈内有名的摄影大师，也是我的偶像周明瑜。在一次行内交际会上，对方很欣赏我的作品，双方互留了联系方式。一来二去，周明瑜很快便大胆表达了自己的心意。知道我被人求婚的那一刻，傅一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躲了他3年，都一直是单身，他才刚找到我，我就要嫁给别人了。傅一川接受不了，也无法想象我嫁给其他人的样子。这种感觉让他抓狂，隐忍的情绪彻底爆发，竟砰的一声砸掉了手机。而我这边，我一身吊带长裙，波浪卷的长发撩在肩头，虽随性至极，可浑身上下，甚至每一根头发都写满了漂亮与净值，一个耀眼到足以吸引所有目光的女人。我定定看着单膝跪在眼前的周明瑜，眼里没有甜蜜和欣喜。对爱情，我没有过多的欲望和憧憬。如果婚姻是人生中的一种体验，那么一次就够了。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附属品。但对于周明瑜，我很明确的知道自己的感受。周明宇，我对你确实有心动，但我对走进婚姻没有任何兴趣，或者说，在我这里，心动并不等同于婚姻。周围起哄声渐渐熄灭，所有人都在惊讶于我的选择。不论是从家世背景、人脉资源来说，周明瑜已经算是我最好的选择了。不管放在任何人身上，都不会拒绝。可我却放弃了。就在所有人感到惋惜的时候，周明瑜眸中却没有失望，他略带歉意地收起戒指，再次诚挚开口：“对不起，是我唐突了。”周明瑜维持着单膝下跪的姿势，哪怕双腿已经有些发麻，却依旧没有起身。我喜欢你，是我的决定。我想将自己的心意告诉你，是我自己的私心，但是我不后悔。既然你也说喜欢我，那么我想问一下，孟小姐，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如果你不想结婚，我们可以不结。你不喜欢小孩，我可以去结扎。所有一切，我都可以尊重你的想法和意愿，不是5分钟之前的嫁给我。好吧。这一次的周明瑜言辞比刚刚更加坦诚和真挚。我眉眼笑了笑，点了头。我只是有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和感情经历，并不是因此摒弃了七情六欲。心动还会再有，我可以为了心动和喜欢再次携手另一个人。但更重要的是，我有了可以随时准备离开的底气和勇敢。哪怕这段新的感情再次出现裂痕，我也终将比以前更加坚韧，享受现在的美好，保护好自己的感受。这些远比一段婚姻要更加重要。周明瑜眸光放亮，起身将我拥入怀中，周围响起众人欢呼的尖叫声和祝福。就在周明瑜垂眸想吻向我，一个黑影拨开人群，一拳挥了过来。放开阿叔，他是我。傅一川阴沉着脸冲了过来，周明宇偏身躲过，一把将我护在了身后。一身酒气的傅一川踉跄几步，跌倒在了地上。而自始至终，我任由自己被周明宇护着，两人身体亲密地挨在一起，刺痛了傅一川的双眼。阿叔，傅一川眼睛发涩，卑微的起身，拿出那枚熟悉的戒指，那个4年前被我特意戴在尸体上以假乱真的戒指。这几年，傅一川一直保留着戒指，每次想起我的时候，都会拿出来看看。阿叔，你打我、骂我都可以，不要嫁给别人好吗？我一直在等你，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我看着他祈求的眼神，期待的神色，然后面无表情的伸手接过了那个戒指。我冷冷勾唇，扬起手臂，将戒指扔出了窗外。傅一川，你把我当什么？我双手抱胸，无视他的狼狈。你以为你死缠烂打，把自己搞成这副鬼样子，就能让我回心转意？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早就已经不爱你了。从4年前知道你对我只有利用和欺骗的时候，我跟你就已经回不到从前了。我此生都不可能再多看你一眼。傅一川缓缓闭眼，强忍住眼底的泪。可是阿叔，没有你的日子，我过得太痛苦了。我只觉得讽刺，我冷笑道：你痛苦，傅一川，眼下你一副深情不渝的样子，又是要演给谁看？是谁让我这一辈子都怀不了孕？又是谁骗了我整整5年？我难道没有心吗？我就不会难过，不会痛苦吗？我可以告诉你，傅一川，你现在所承受的一切都不及我的1/1000。傅一川喉咙发堵，不忍听下去。阿叔，我真的已经知道错了。他伸手想要拉住我，所以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用一辈子去弥补你，好不好？我一把打开他的手。谁稀罕你的弥补？好好在地狱待着吧你。说完，我没再看绝望至极的傅一川一眼，
和周明瑜径直离开。我以为我说的已经够清楚了，傅一川应该不会再次去打扰我了，可没想到才消停了半个月，傅一川就像阴魂不散一样再次出现。阿叔，今天是你的生日，你看，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蛋糕。门外，傅一川捧着一个蛋糕，忐忑小心地站在我面前。他不明白，他已经很小心，很有诚意了，为什么我就是不肯原谅他？但是没关系，他不会放弃，他绝对不可以让我嫁给其他的男人。可是，当他的视线越过我，看向门内，他所有的话都像呼在了喉咙口。他绝对不可以让我嫁给其他的男人。可是，当他的视线越过我，看向门内，他所有的话都像呼在了喉咙口。只见屋内点满了香薰蜡烛，周明宇赤着上身站在客厅里。那一刻，傅一川仿佛遭受了灭顶的打击，脸色唰的一下惨白。也是在这时，周明宇闻言走了过来，将我揽进怀中，嗓音低沉：“怎么了？”傅一川被这一幕刺到，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眼前的门砰的一声砸上，门缝里传来我冰冷的嗓音：“傅一川，就算你把命给我，我都不会回头。死了这条心吧。”傅一川看着紧闭的大门，里面传来我和周明瑜暧昧的声音，他绝望到笑了起来。这一刻，傅一川仿佛终于明白了，那种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却又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将伴随着他整个的余生。